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在小苏苏的加持下，苏木和林婉儿的感情渐渐升温。这天，他们一同来到灯会，灯火辉煌，才子佳人们正猜灯谜。好多灯呀，一个个亮晶晶的。婉儿，你看这谜面，画时圆，写时方，东时短，夏时长，这不正是？你说什么？这个谜语啊，其实……姐姐，快看，那边蜡都被敲响了！你们俩，我要那个熊，但我不要你帮我赢，我要自己试。婉儿，那个锤子有50斤重。气沉丹田，腰马合一。哈！哎呀，姐姐好笨，不用锤子的呀。走你。老板，不用找了，还有那个锣，我们都买了。苏木哥哥，他的耳朵好软哦。哎，实战机会来了！哈！奇姑娘，你这是在撒娇？爸，用尖哟！你们俩是在练功吗？拔萝卜，嘿呦嘿呦拔不动。哎呦，拔萝卜，嘿呦拔不动。救命！拔萝卜，嘿呦拔不动，拔起来啦！救命！那个贼还没跑远，赶紧扔！大小姐英勇。婉儿，今夜月色正好，若能在湖上泛舟，定是雅兴。我们去坐船吧。你们坐好，苏苏来划船啦！苏苏划得可快人，全速前进冲呀！都慢点！小心点，苏苏。喂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苏苏可是湖上第一划桨手。这哪是划桨，这是飞船啊！加速！苏苏，行，那是桥啊！这也算划船？是啊，天上飘的那种。真是服了你，先活着再说吧。船上啊，木狼，太刺激了！这才是生活，这才是我想要的速度与激情。以后我们每天都来划船，好不好？二人到了正式见家长的一天，虽说其实早就认识。马车停在苏府门口，阴风阵阵，落叶打旋。大门吱呀一声自动打开，其实是鬼推的。我们还是去看大剧吧。你说的那只老虎，完了！这下肯定要吓晕了。哇，这就是妹妹说的那只吃胖了的猫，好大好壮啊！这肌肉线条，大绝！叫嫂子，不许凶，不然今晚没有肉肉吃。喵！萌萌狼，你看这只猫好结实，它的脖子好粗，抗击打能力一定很强。妹妹，我能不能跟它切磋一下？哇，这是狗？对呀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长毛狗，只是鼻子长了一点点，可能是为了方便闻味道吧。既然是妹妹的宠物玩的，那我作为嫂子也不能输。给我起来！等你！哎呀！好险！嘿嘿，木狼，我们成亲后也养一只这样的狗吧，又能陪练又能当保姆。只要你能找到地方买，我就给你养。伯父伯母，婉儿今日大开眼界，苏府竟是如此卧虎藏龙之地。仆人身法轻灵，宠物力大无穷，妹妹更是天生神力。脑回路是不是被苏苏带歪了？正常人看到猛犸象会想举起来吗？好孩子有志气，只要你不怕把房子拆了，随便练。反正工部现在每隔3天就来修一次，包年的。我不怕。天哪！晚饭后，苏苏拉着林婉儿的手，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军火库库。这个就是我珍藏的宝贝狼牙棒，很结实哦，打核桃打坏人都好用。哇，这么沉！给你，小子，既然你想学功夫，那这个就送给你当见面礼啦。这根棒棒很结实哦，不管是打核桃还是打坏人，都很好用。谢谢妹妹，我一定好好练习，绝不给苏家丢脸。时已到，苏木骑着高头大马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太傅府。按照习俗，新娘的嫁妆要先抬出来晒一晒，显显娘家的底气。通常嫁妆都是丝绸、瓷器。哇，开始啦！小姐说她嫁过去怕手生，带2个石狮子早起练举重方便。这寓意事事如意。对，事事如意。超有道理的吧？还好没往带反说呀。再坚持。林婉儿虽然瘦，但她为了在大婚之日不中断修行，偷偷在凤冠霞帔下面绑了2个10斤重的沙袋在腿上，而且她还把苏苏送的那块定情板砖揣在了怀里。哪有轿夫抬起花轿，走了没2步，脸就绿了。叔叔们太慢了，让我来帮帮大嫂吧。哎，
起飞喽！轿子飞了！速速慢点，那是你嫂子，不是外卖啊！快，跟上！小祖宗，嘿嘿，哎呦我的妈！跑快点，别掉队！感觉像是背了一座假山啊！快点，赶不上计时了！叔叔们太慢了，让我来帮大嫂吧。咦，小小姐，你干嘛？起飞喽！花椒飘起来了，快追啊！苏苏，快点，这是你嫂子，不是外卖。这个火太小了，不够旺，怎么能配得上嫂子的气势呢？王伯伯，加点料！啊，这哪是跨火盆啊？等等，快灭火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苏木与林婉儿同时转身，再次鞠躬。哎呀，好！哦，哎呦喂，好，夫妇生威，大吉大利，夫妻对拜。两人转身相对。夫君，你回来啦？那个，妹妹送的拜礼在床头。这大姑姑、嫂子，你们继续呀！周公之礼吗？是不是要打架？如果嫂子打不过，我可以帮忙哦。不许帮忙！怎么这么沉？婉儿，夫君，你醒啦？你起得这么早，这些让丫换来就行。那怎么行啊？师傅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想要身体好，得早起干活。今日我伺候夫君洗脸。这树长得太歪了，一点都不挺拔，不够霸气，怎么能配得上我们武江世家？下午，林婉儿以前的京城才女圈的姐妹们来拜访了。几位娇滴滴的小姐坐在花厅里，本来是想来听听婉儿婚后的甜蜜生活，顺便聊聊诗词歌赋。婉儿姐姐，听说苏将军英武不凡，姐姐嫁过去定是举案齐眉，琴瑟和鸣吧？这种小道我已经不怎么玩了，现在我研究的是雕刻艺术。哇，雕刻好雅致！来看，这是我雕的狼牙棒，这就是。给我站住！哪里跑？哎，别哭！条件反射！看来我胳膊力气还练得不够稳。你忙着练功，看来我臂力还是练得不到位，不够稳。婉儿姐姐，既然你忙着练功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告辞不用。树都光秃秃的，萝卜还差这么多牙签，好吓人啊！夫君，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今天姐妹们好像都被我吓跑了。杏儿，不必强求。这孩子没人教不行啊！再这么下去，京城非得被他拆了不可。木儿，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我好歹也是太傅之女，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样样不缺，只是最近因为特殊原因力气大了点而已。把武学道理和诗书结合起来，交给妹妹，不行吗？好哎，嫂子叫我，嫂子是不是要教我怎么一边背诗一边？第二天，苏府的小凉亭变成了临时课堂。林婉儿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练功服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桌下放着2个巨大的石锁。妹妹，今天咱们学《论语》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拆房的技巧。然后，嫂子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学到了杀敌或者拆房的技巧，然后经常去练习它，难道不是很爽的一件事吗？哇，孔夫子原来这么暴力哦，这么厉害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这个我知道，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找我打架，我肯定很开心呀。聪明，不愧是我的好师傅。不，好妹妹。来，为了庆祝你学会这2句，咱们去后花园练习一下力拔山吸气盖世的事情。嫂子，你看我的，我这是狂草加雷劈。又是二皇子的控诉。哥哥回来啦！夫君，我今天叫了妹妹学而时习之，她可认真了。你看那假山被她修得多有性格。原本是仙鹤戏水吧，现在倒像大马猴爬树。请个正经武将带他去边关玩吧。我觉得京城的围墙可能撑不住你们2个的教学进度了。夫君，吃个核桃补脑，咱们苏家的未来硬着呢。父皇您得替儿臣做主啊！儿臣好好的做着饺子唱着曲儿，突然就被一个200斤的麻袋给砸了。那麻袋上还写着苏府专用，上面还有牙印呢。苏府？你是说真封的安国郡主苏苏？除了他还能是谁？就是他，除了他，京城谁还有这么大的力气？苏少夫人，朕听说那沙袋是在你授课时飞出来的，太傅叫女有方，怎到了苏家画风变得如此豪迈？臣父教导妹妹知行合一，告诉妹妹身负重任才能走得长远。只是妹妹天资聪颖，力气稍微用大了一点点，这才误伤了二殿下。臣父以为这说明二殿下与苏家的武学颇有渊源。那沙袋不偏不倚，正好砸中您，这是上天都在暗示您该练练铁头功了。
请你吃苹果，这是我刚捏好的，不用嚼，直接喝汁就行。既然是误伤，那总得有个说法。苏苏，你把二皇子的饺子砸坏了，是不是该赔偿啊？赔钱我没有，但我有力气。皇上伯伯，我可以帮二蝈蝈把饺子修好。嘿，哇！嫂子说过，破而后立。既然坏了，那就彻底改一下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饺子变得更结实了，像个乌龟壳一样。下次再有沙袋掉下来，绝对砸不到你。好好手艺，这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啊！老二啊，既然是安国郡主亲手修的，你就收下吧。青云自诩京城第一深情，自从诗会一别，他日夜牵挂林婉儿，坚信那些抹黑他的传闻都是苏家捏造。他笃定此刻的婉儿妹妹正独守孤灯，以泪洗面，等着他去拯救。妹妹，听好了。暗器的关键不在器物，而在出其不意，是大力今沉。晚练的是听声辨位。明白了，嫂子。只要有动静就往死里砸，对吧？理论上是这样。做到心中无砖，手中也无砖，因为砖已经飞出去了。嫂子好准。嫂子，他快要爬上来了，别慌，等他再高一点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世子爷被苏府的机关暗杀了。妹妹，打中了吗？嫂子，好像打中了，可是那个人好弱，连小偷都敢爬墙。刚才那一砖我只用了3成力，怕是没打死，要不要出去补一下？连小偷都敢爬墙了。住手！别打了！刚才好像听见外面喊什么世子爷，那是平阳侯家的傻儿子。第二天，京城流言四起，说是平阳侯世子李青云半夜路过苏府，被苏府溢出的杀气震伤，如今躺在床上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念叨着砖，金色的砖，会飞的砖。虽然赶跑了追求者，可苏家又面临新的问题，马上就是1年1度的京城贵妇赏花大会，这次还是由最讲究礼仪的长公主主持，偏偏她还特意给林婉儿送了请帖。众所周知，长公主最看不惯的就是所谓的苏家粗鲁加疯疯。夫人，不如装病不去。不必。既然他想考我礼仪，那我就去给他上一课。林婉儿眼中燃起了斗志，我要让他们见识和魏丽与美的完美结合。可她忘了，我说的好不好？他们又要欺负嫂子了。哼，虽是太傅之女，进了苏家的门，果然沾染了市井气。看看那走路的架势，哪里还有半点女子的轻盈？今日赏花，光看无趣，不如大家来切磋一下花艺。来人，把花材端上来。这紫檀木尖硬无比，象征着风骨。想要将它修剪入屏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巧劲。婉儿，你是才女，不如你先来演示一番。婉儿遵命。长公主说的对，修剪枝叶。公主说的对，修剪枝叶在于心境。哦。咔嚓咔嚓咔嚓。所谓花艺，就是要快刀斩乱麻。哎，不是，去物存精。好指力，真是别具一格。哇，好大的桃子。哎呦，这桃子怎么比二蝈蝈的头还硬啊？休想伤我苏家钱财！长公主受惊了，这屏风底座有些不稳，妾身顺手扶了一把。还有这寿桃，以后还是不要乱放，砸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。姐姐好厉害哦！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没出事啊。长公主觉得身体不适，就提前散了会。是呀是呀，长公主肯定特别喜欢我们，要不然为什么别人都没有点心，只有我有呢？但苏家的硬核名声却意外地引来了一个特殊的访客，一位来自边关的老将军。听说了苏苏的神力和婉儿的剑法，特意上门求助。就在苏木以为可以消停2天的时候，第2天一大早，苏府门口就传来了一阵人仰马翻的喧闹。是位满脸络腮胡的粗犷将军，正指挥着10几个壮汉。铁将军，术业有专攻。我苏家是带兵打仗的，不是开马戏团的。好漂亮的红马！大菊，你失宠了。夫君，这马儿如此躁动，只要我们用温柔去感化它。婉儿，那马会踢人。夫人小心。夫子说过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摇。来，冷静一点。
不行，嫂子说过，起码要人马合一，下盘要稳。肋骨，这小丫头的腿是铁做的吗？头不要乱动，眼神温和一些，要懂得尊师重道。跑呀，你倒是跑呀，怎么不动啦？为逮捕工具，苏苏的侠义破坏半径，从苏府后院直接扩大到了整个京城。而另一边，当朝宰相王太师，一个坚定的反苏派领袖，正微服私访，体验民间疾苦。老东西，交保护费了吗？这西市的地界是我们猛虎帮说了算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尔等竟敢勒索钱财！律法，老子就是法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，让这老酸乳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若是御林军在此，居然敢欺负老人家，羞不羞？哟，哪家的小娃娃断奶了？骑个红马就当自己是女将军了？下来陪哥哥玩玩。小丫头，少多管闲事儿！再不滚开，我连你一块收拾！好耶，小红真棒！左边那个踢，右边那个咬他。哎，我的腰啊，掉屁股啊！救命！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那些坏人都被打跑了。这块碎银子还有我没吃完的糖葫芦，给你压压惊。对了，老爷爷别怕，如果他们再敢来，你就报我的名字。我叫苏苏，住在那个有很多狮子老虎的苏府。第二天早朝金銮殿上，皇帝奇怪地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太师。王太师此时手里正悄悄钻着半块板砖，回想起昨日那绝望时刻的红色闪电，回想起那1-2碎银子和半串糖葫芦。太师王爱卿，今日为何不弹劾苏家了？朕听说苏苏昨日在西市闹出不小的动静，打了好几个人。你不是最痛恨当街的欧吗？虽然方式野蛮，虽然那马中用蛮力，但真香啊！启禀陛下，微臣以为苏想弹劾了，微臣牙疼，想请假回家吃糖。王太师虽然不再弹劾，但苏苏的侠义行为却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，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们纷纷把他当成偶像，在私塾里操练起徒手掰砖。看我这一砖！一众家长甚至几位尚书夫人哭着闹着跑到苏府投诉，苏苏带坏了他们家的宝贝。苏镇的桌案很快被家长们的信息淹没，头大的像豆，想找个教书先生管管吧。这位壮士，您是来应聘教书先生的？在下叶孤寒，精通暗杀下毒、追踪逼供，教个孩子杀鸡焉用牛刀。我们只要教他识字和基本防用教逼供。叶先生杀气很重啊，不过要教我家小姑子，光有杀气不行，还得抗揍。说笑，在下纵横江湖15载。还没人能碰到我的一脚，那就好。既然是武学老师，搭把手试试深浅吧。哼，反应不错，第一关算你过了，叶先生，腰挺好的。苏苏，为师今日教你第一课，前行之术，身为武者要像影子一样，落地无声，气息全无。懂了，就是不让别人发现我来了，对吧？正是。儿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把他打晕了，他不就发现不了我了吗？这也叫前行呀。前行你以后再悟。现在叫你轻功，提气凝神，身轻如燕，看到了吗？这就叫轻功。好了，停一下，这不叫轻功，这叫发射。哇，老师，我飞起来了！这招叫什么？是不是叫力劈华山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您看这课还能上吗？必须教。在下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，把毕生武艺改成他能学的样子传授。太好了，那以后就有劳爷大侠了。哈哈，这练马好啊！就办一场皇家马球赛，点名苏苏出战。马球？这不是把凶器递给头大了，苏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又是你！哼！苏苏，听着，为师教过你的暗器手法，你就把这个马球当成一个巨大的流星镖，不要用蛮力乱挥，要用巧劲。虽然你的蛮力也够了，记住，目标是对方的球门，不是对方的人，懂吗？懂了，只要球进那个洞就行，挡在路上的东西都要打飞。看招！大力金刚射门！苏苏接球射门！来了，兄弟！让这丫头知道什么叫坚不可摧！这哪里是球，这是雷火弹！好好一杆，这一杆颇有老夫当年的风采。木耳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叫一力向十会，还是有些偏差。若是力道控制得好，球应该穿过他的头盔，而不是把他撞飞。看来叶先生还得加强。看见没有？今日苏苏在御前扬我国威，那一杆球打出了咱们苏家军的气势，陛下都惊呆了。明天这折子该怎么写？魑魅无状，误把高僧当球打。晚宴开始，苏府的厨子为了庆祝大小姐夺冠，特意做了一桌满汉全席。苏苏到处看着各种好吃的。
想当年老夫在边关也是这样一例详实会啊！苏，你在干什么？吃饭呀，大哥哥，这个碗好大，比我平时的金饭碗好用多了。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苏震的女儿，是金钱如粪土，是荣誉如饭碗。这气得随我来，给爹也剩一碗，爹也要用玉丝金杯尝尝红烧肉的味道。你也不管管，只要他不把奖杯砸了，听响。木耳丸儿，你们武艺马术我都放心，可这文采一面……爹，别再提文了。您忘了之前那些叫琴棋书画的先生吗？京城的先生们一听苏府2个字，跑得比兔子快。只有叶大侠还敢留下，确实不适合那些扭捏的东西。不过苏毕竟是姑娘家，总得学点修身养性的本事，不能以后嫁了人，一言不合就把夫君挂墙上吧。那也得有人敢娶啊！父亲、夫君，既然常规的琴棋书画行不通，他对食物很感兴趣，尤其是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护得特别紧。这正是管家的好苗子。他学着管账盘库，从明天开始把府里的库房钥匙给他一把。王先生那是肉体凡胎，经得住他折腾吗？没事，让叶先生陪读，算错一笔账就让叶先生顶着。杀手守则里没有做假账替罪羊这一条啊！再来一口。臣苏木谨上谢恩折。而在书房里，苏木正连夜给皇帝写谢恩折子，顺便极其隐晦地提了一句：“臣妹年幼不知礼数，若金杯有损，皆因苏家饭量太大，望陛下海涵。”既然大嫂林婉发话了，苏府的管家养成计划便雷厉风行地展开了。疑虑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把府里资历最老、心脏最强自称的。钱掌柜请了出来。大小姐，请看，这叫3下5除2，进位要快，手要稳。钱爷爷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呀？我有10个手指头，再加上10个脚趾头，不够的话还可以借叶老师的手指头，这样都算不出来吗？大小姐，这数额大了，手指头就不够用了。来，您试试这拼命的算盘。哦，这珠子他自己想跑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凶，压不住他？大小姐，算盘是要清拨的，不是用来弹示暗器的。太麻烦了，有没有那种禁得住灶的算盘？铁做的。第2天，一行人来到了苏家名下的一间粮油铺。赵大嘴一见苏木和传说中的苏来了，连忙堆起一脸假笑迎了出来。哎呦，大少爷，郡主，什么风把您2位吹来了？小店生意兴隆，账目清清楚楚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把账本拿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马上。哇，好大一杆秤啊！嘘，看又少了2两。每次都这样，还敢要原价？被听见可不好。喂，那个嘴巴很大的叔叔，这秤是不是坏了？为什么那个老奶奶买的1袋米，看着还没有我的早饭多？你就说有10斤。君主有所不知，这米啊，分须米和实米，这看着是少，其实分量重着呢。我这秤可是官府校准过的，绝对准。叔叔，既然你的秤这么准，那你站上去，我称称你有没有良心。郡主别开玩笑了，这秤是称米的，人哪能……哎呦！救命啊！大少爷救命啊！放我下来呀！救命啊！叔叔，你看起来这么胖，怎么这钉上显示你只有3斤重啊？赵大嘴没心没肺，当然轻了。秤砣太重了，不标准。那我帮你修修。嘎吱，好了，哇，现在准了。叔叔，你有250斤呢。招了！那秤杆里灌了水银，秤砣也是特制的，我缺斤少两，我有罪，郡主饶命啊！我不想。我把钱都还给大家了，以后不准偷称了。这个洞是我戳的，你看，深不见底吧？以后我会常常来查账，如果再让我发现称不准，我就也在你脑门上戳一个，好不好呀？不敢。郑国公啊，你可得救救老臣呐！国库都快见底了，连下个月的俸禄都凑不出来。你看这账本，瑞王爷那5万两，整整3年没还过1文。老臣差人去催，他就说病入膏肓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欠债还欠天经地义，刘大人放心，这是我苏家管了。闺女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爹给你个任务，去瑞王府把钱要回来。要多少？5万。里面的叔叔开门呀，我是来要钱的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滚一边去！他们不听话。嫂子说，如果敲门听不见，那是门的问题，说明门隔音太好了，得把门打开说话。你高兴就好。这样说话就清楚多了。请问瑞王爷在哪儿呀？
在后院卧房。王爷叔叔，柳爷爷说你欠了钱要还哦。哎呀，本王也不想欠啊，可是本王病得重啊，连身都翻不了，更别说去库房拿钱了。这么重呀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是啊，动一下都疼啊。没关系，既然叔叔下不了床，那我就带叔叔和床一起去库房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起！叔叔坐稳了，我们去户部还钱喽。叶老师，麻烦开个路。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！还钱！我现在就还钱！啥？风太大听不见啊！嫂子说了，拖延症得治，只要还钱，你的病就好。慢点哦，哎呦，慢点，要翻了。苏家小姐神力啊！这是在体内引进奇怪，还是表演杂技呀？坐牢了！又来！我给。别走了，我不去户部，太丢人了。真的吗，叔叔？你的病好了？好了，你看，原地起跳3尺高，身强体壮。好了，全好了。太后听闻苏苏的丰功伟绩，乐得合不拢嘴。这丫头实诚，哀家有日子不见了，甚是想念呐。传话下去，让她进宫来陪哀家赏花吃果。举床讨债已经够这回还要进宫。娘大蝈蝈，你看，太后奶奶送我的黄金凤爪，这可是好德喜兼得，吃肉丸子、挖土、刨坑、抓痒都特好使。我今天特意带上，表示对奶奶的尊重。听说那苏家小姐是个乡野长大的，力大如牛，不懂礼数。让她进宫陪您，会不会冲撞了凤驾呀？你懂什么？那丫头手劲儿好，哀家这老寒奸，上回被她按了一次，到现在都没犯过。太后奶奶，我想死你了！你看，你送我的凤爪我带着呢。好，哀家也想你这小皮猴了。来，坐哀家边上。太后，这是南边刚进贡的椰黄果，外壳坚硬如铁，御膳房用刀皮肤砍都容易伤了果肉。这凤爪真好用，比家里的菜刀还快。以后我就用这个给奶奶剥果子吃。妙妙啊！这护甲哀家待了几十年，只知道怕碰断了，没想到还能当刀使，赏，重有赏。漂亮，阿姨，你身后的屏风要到了，小心哦。什么？没事了，阿姨，那个摇摇晃晃的屏风我已经帮你拆掉了。没闯祸吧？太后没生气吧？护甲没弄坏吧？没呀，太后奶奶可高兴了，什么？还封了我一个称号呢。什么称号？娴熟端庄。封我为御前金爪大将军，专门负责帮他剥那些硬壳的果子。很好，现在连太后都开始。爹爹，太后赏的一整箱坚果和这套黄金凤爪。连太后那老壳，老佛爷都对咱们苏苏赞不绝口。剥椰子怎么了？行行出状元，能把椰子剥得跟艺术品一样，那也是本事。榛子吃完了，吃了一大盘榛子，还是不过瘾。太后给的核桃又硬又小，这里面锁着蜜糖之心，世上最甜美、最珍贵的东西，谁能不用钥匙打开它，这宝物就归谁。哈哈哈！中原没有人能打开它，这可是精密。让一让，我要开罐头。大叔，你确定里面是世上最甜的东西？如果不好吃，我会生气的哦。当然，那是让人看一眼就像吃了蜜一样甜的宝贝。那就好，我要开动了。叶老师说，吃罐头要先揭盖。No， 这不可能，那是云铁啊！哇！大胡子叔叔，你骗人！这是蜜糖之心粉钻啊！价值连城。你赔我要吃甜的！你这个骗子，我赔！把你整条街的包子我都包了，还有糖葫芦、桂花糕，全都买给你。大人是个雷厉风行的人，他在西市目睹了苏苏手撕运铁的英姿后，兵部最近这套玄武神甲号称刀枪不入术，连红衣大炮都轰不开，但我总觉得常规测试差点意思。我想请令爱去帮忙戳两下。各位请看，这就是耗13年打造的玄武神甲。这枪好轻啊，像根稻草。我不用它了，我用手吧。太后奶奶送的爪子我还没摘呢。苏小姐真是风趣。进去了。叔叔，你骗人，这明明是豆腐拉做的，软绵绵的，有个洞，我勾一下，抓稳喽。叔叔，你看，我就说质量不行吧，轻轻一拉就变形了。这要是穿在身上，敌人一来还不得被拆下来呀？不安全，得退货。哇，真香！
叔叔果然没骗我，这羊肉真好吃。喜欢就多吃，别噎着。我3年的心血啊，怎么就跟纸糊的一样？难道这批钢材真的有问题？防御不行，那就看力量。此乃前朝猛将留下的混元以此镇天锤，单只重800斤，一对重1600斤。自筑城以来，还没人能真正舞动他们，顶多是大力士能勉强提起来走2步。苏小姐神力惊人，不知能否将那对大锤提起？老张，这太沉了吧，别把孩子的腰闪了。苏苏，咱别事了，回家吃点心吧。看着挺结实的。那个叔叔说这叫什么震天锤，我试试。啊！叶老师说饭后要适当运动消食。这对锤子圆圆的，转起来手感挺顺滑，就是稍微有点长。含核桃，震天锤，含核桃，这可是神兵啊！快放下，这把要塌了！以后苏家的人，尤其是这个小的，禁止入内，哪怕敌军打到门口了，也别让他进来，兵不修不起了。过，停下，快停下！苏苏，不嘛，你看大块牌子写着终身饭票。有了。这个苏苏以后就可以天天吃饭，不花钱了，还能给爹爹省好多银子买盔甲。大蝈蝈，他们好穷哦，碗都这么小，怎么吃得饱吗？小郡主，这是比赛用的海碗，常人吃1碗就饱了。那快点上菜吧，苏苏已经饿得肚脐咕咕叫人。味道有点淡热，下次多放点盐。这怎么可能？叔叔，你不期末不期给苏苏好不好？浪费粮食是会被打屁屁的。那10盘红烧肉里，我都让人加了特制的，对下有的他受的。有点辣辣的，再加了跳跳糖好吃。蝈蝈还要本要稀饭，掌柜的没有肉了，连骨头汤都刮干了，连雕花萝卜都被啃了，还要吃饭。别吃了，小祖宗，我输了，我认输，这块黑金令牌给您，终身免费。不过这塌了的台子得让你爹来赔了。爹爹，苏苏肚脐里好像有只大青蛙他说在叫。他想出来透透气。坏了，听闻那最鲜楼的菜里被人下了巴豆。苏苏体质特殊，没拉肚子，可这药力怕是在肚子里乱窜。快传太医，把王太医叫来。小郡主，把手伸出来，微臣给您把把脉，微臣会很轻的。老师说吃饱了打嗝是礼貌，苏苏是不是太有礼貌了？郡主内力深厚，下官佩服。刺客！哪来的刺客，竟敢动我女儿的闺房？爹，怎么天亮了？苏苏的床怎么碎了？是不是床也不想睡觉觉？没事，苏苏，是床先动的手。香乐叔叔说过，见牌子如见亲爹，随便吃不要钱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快！胡说！小爷我早就用意念舔过它了，它是我的。意念舔过，那你更脏嘞！赔钱赔包子。哼！小爷我是神通门第38代单传，但预备役，这包子归我了。嘿！全体趴下！飞碟回来了！挡路！蝈蝈说见面分一半。虽然你刚才想抢我的，但你长得像汤圆，苏苏不吃同类，所以请你吃。真香！我叫汤圆，家里是开钱庄的，以后在这片吃饭报我名字。虽然不打折，但我可以帮你付钱。真的吗？汤圆哥哥，你有钱，我有力气，以后我们组个队吧。组队干嘛？吃遍天下呀！听说江湖上有个食神大会，那里有很多好吃的。
唐家是江南首富，唐园又是独苗。苏苏妹妹，你那个大老虎看起来好威风，能不能让我也骑一下？大鸡说不行哦，他说你太胖了，会把他的小蛮腰压断的。停车打劫部买糖葫芦。爷爷，这个红红的球球甜不甜呀？小姑娘，这糖葫芦不甜，酸的，别吃我呀！可是它们看起来亮晶晶的，像宝石一样。老板，这草把子上的小烟我全包了，剩下的钱不用找了，把你这车轮子修修。刚才好像被我的钱袋子压歪了。汤圆哥哥，这个红果果挺甜的，就是里面这根棍棍有点硬。苏苏妹妹，那个棍子其实是可以吐出来的啊，那是不能骑的。苏苏啊，这位是京城最有名的礼仪教习方妈妈，别想着你马上就要4岁了，该学学大家闺秀的规矩了，不然以后把婆家拆了怎么办？这就是苏小姐，站没站香，坐没坐香，来老身要费一番功夫。婆婆，你要吃吗？很甜的，就是有点费牙。放肆！大家闺秀怎可当虫进食？把手伸出来，今日老身就要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。那就给婆婆看吧。哼，这一尺罚你不知礼数。婆婆，你的木条条怎么断了？是不是质量不好呀？要不要苏苏去院子里给你拔一棵树来用？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窍窍，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的尾椎骨，这哪是教学生啊，分明是要命啊！算了，自己去玩吧。苏苏妹妹，既然不用上课了，咱们干大事去。看这里，我刚才让家丁打听到，再过3天就是10年一度的食神大赛预选赛，就在城南的聚宝阁举行。说这次预选赛的题目是寻找传说中的七彩琉璃珠。猪猪是那种烤起来皮脆脆的，肉嫩嫩的，咬一口会爆汁的猪猪吗？没错，而且听说这七彩琉璃珠跑得飞快，力大无穷，寻常武林高手都抓不住。让我隐形了着，这对苏苏妹妹来说，我是最大的赞助商。咱们这叫带资进组，内定冠军。好，为了猪猪，我们出发。哪家的小孩没看着跑出来了？这里可是玩命的地方。哎，那七彩琉璃珠凶得很，小心把你们的奶瓶吓掉喽。这前去买些核桃补补脑，别挡道。哦，哎，好嘞，少爷小姐，里面请。前面路滑，您慢走啊。抓住他！快！你给我站住！加速，慢！救命啊！苏苏妹妹，留活口，留活口！预选赛的规矩是要活捉的，死了不值钱。那就不杀惹汤圆哥哥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这只猪与贫僧有缘，贫僧的锅已经烧热了，不知能否分一杯羹？施主，这株红尘为了只有进了贫僧的锅，受那文火慢炖749分钟，方能洗去一身业障，化作红烧肉，普度重生的五脏喵。反正它是我的，你要是想抢，我就……贫僧这口玄铁重锅乃是少林厨房用来炒大锅饭的，重300斤。施主力气不错，就是准头差了点。哼，再来！这哪是打架？明明是2口锅在聊感情。好的。不打了，肚子咕噜叫，贫僧也饿了。选赛的规则不仅仅是抓到食材，还要用抓到的食材。做出一道菜给评委品尝，只有味道过关才能晋级。做菜，可是我会把锅炸飞耶。贫僧法号净空，乃是少林寺伙房前任首席烧火僧。好，小光头，那你加入我们吧。这是传说中的云纹松露，这东西好吃吗？好吃，师傅说过，哪怕只用白水煮，都能掀掉眉毛。那就它喽，出发，回赛场煮蘑菇。让开，急着做饭呢！好家伙！那是七彩琉璃珠。小光头，看你的啦！闪灾，集合！
蘑菇，连油都没有啊！阿弥陀佛。好香！这是什么味道？我好像看到太奶在向我招手。不对，猪拱鱼丸汤，请品尝。哇，好咸呀，感觉舌头都要化掉惹。再加上这内力化火的烹饪手法，这简直是返璞归真！预选赛首名铁锅3人组直接晋级复赛。哇，好重！哎呀，施主鼻孔朝天，恐有漏财之香。你们给我等着，复赛走着瞧。别理他，我们快回家吧。我得让爹爹看看我的新宠物，还有我交的新朋友。走吧。阿弥陀佛。苏施主，刀工讲究的是心手合一，要控制住力气。这样当然。没关系，换一把，再来。他自己碎掉惹，是不是质量不好呀？天娘人，你的手太重，寻常兵器根本承受不住你的内力，更别说控制精细的刀工了。听说您府上有个收藏天下神兵的兵器库，那可是我的心头。来，跟我来。这是先祖的皮山神斧，百年来苏家无人能将其拿起。哇，这个大铲子看起来好顺手。手感刚刚好。那是斧头啊！啊？可是它长得就像切菜的刀呀，就用它了。你们是放弃了吗？连刀都没带。刀！这是切菜用的，我要开始了。心如止水，拂落无痕。切好惹！这没切开啊！起！爹，那几个人欺人太甚。哼，慌什么？真正的输赢在决赛。我已经打点好了，明日他们拿到的食材是这个。千年炫冰鱼2个时辰的比赛。这是千年玄冰鱼，普通的柴火根本靠近不了，还没烧热就会被它的寒气扑灭。彩彩说下面有火，地板下面是土，哪来的火啊？既然下面有火，那就挖出来，都让一让哦。我要挖火惹。嘿，哇，有火！小光头，火来了，快做饭！好强的火力，正是天助我也。闪光，快加调料！这道菜叫大夫匹地火汁超级乱炖鱼请七饭。这香味儿太霸道了，绝品！这是绝品啊！他们毁坏赛场，按帅当取消资格。这虽然味道极佳，但这破坏公物。这个赛场我买了。爹爹，我回来惹。小声点，别让你娘知道。你就说你去唐元家玩了，听见没？知道惹。阿弥陀佛，总算平安回来了。不是，今日以后让苏苏玩斧头的时候小心点儿，那把开山斧的重心偏左，容易伤到手腕。原来您都知道啊。我的女儿有些力气，怎么了？谁敢有意见，让她来找我聊聊。老爷，苏苏她不肯吃饭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牙痛，来，爹看看。一吃东西就痛痛。吓死爹了，这是要换牙了，别啃鸡腿，咱换软的。拿线来，老爷，连线。待会儿爹数1、2、3，猛地一推，牙就下来了。爹爹，你轻点哦。苏苏，张嘴让我看看你的牙齿。啊！好啦，苏苏，牙齿长得真快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颗牙齿吧。去漱个口可以吃饭了，这2天要注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哦。漱口，快去吧。如果就要背对着屋顶，用力往后扔，扔得越高越好。好打！拉高高，长快快！要亲那个红烧肉，是要红烧肉，不，西翁要猪头肉。是要猪头油。苏苏的意思是，她要那个藕片。来乐，
北荣满矣，安敢欺我苏家无人！传令下去，老夫亲自挂帅。是谁抓了大蝈蝈？在家等着。爹爹去把哥哥和嫂子带回来。不带我去！大举小黑集合！让开让开，笨手笨脚的！爹爹，你的叨叨往哪惹？好女儿，带我去嘛！听话，管家。是。带小姐回府，严加看管。见坏，我自己去。等等我，爹爹。把这几袋米搬上前面那辆车，送去前线的。要是苏伯伯饿着了，我爹得打死我。走走走，出发了。苏世子，别来无恙啊！你那老爹估计已经急疯了吧？一抓我夫妇二人，只会激怒我父亲。等镇国军一到，你会后悔的。把粮食留下，人杀光！坏人不许上我的床！坏人不许上我的床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大橘小黑出来干活了！哼！想跑，打坏了我的车，不赔就走，去！别说出去，谁是小狗？公爷，北荣这次出动了他们的王牌铁佛图。明日决战，我亲自带玄甲骑冲阵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也要把世子救出来。女儿停手，否则我现在就送你儿子上路。是你逼我的！快走！大蝈蝈，你起来呀！我不玩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好重。公爷，小姐这是心病，郁结于心，身体正在自我封闭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这宅子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，每一砖每一瓦都在提醒她那天的血光。苏苏再待下去，只会被折磨。苏苏，来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追封苏母魏中烈王是袭王悌，此苏家江南别院一座，良田千顷。去吧，让他们走吧。是，走。爹爹，我们以后还回来吗？不回了，咱们去江南去。多项小灯笼，很漂亮吧？秀贤，上船吧，天要黑了。好。哦，苏苏醒醒！苏苏，娘，把哥哥赔给你，都是我不好。傻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姐娘永远不会怪你，你只要好好的在我怀里就够了。娘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把哥哥赔给你，我把自己赔给你，行不行？傻孩子呀！天塌下来有你爹顶着，有你哥顶着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扛命了？娘不怪，娘怎么会怪你？公爷，小姐这是心病，郁结于心，身体正在自我封闭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这宅子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，每一砖每一瓦都在提醒她那天的血光。苏苏再待下去，只会被折磨。苏苏，来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追封苏母魏中烈王是袭王悌，此苏家江南别院一座，良田千顷。去吧，让他们走吧。是，走。爹爹，我们以后还回来吗？不回了，咱们去江南去。多项小灯笼，很漂亮吧？秀贤，上船吧，天要黑了。好。干什么的？路过此地，借个道，给各位好汉买酒喝。哟，还挺识相，这点钱哪发叫花子呢？这里都坐的什么人？来得留下你的！会计时的我。哎呦，这里还藏着个小美人陪子，这小丫头吓傻了。
东西还挺能打，再来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想伤人。混账！放开他！苏苏，给我松开！三点一气的。别怕，爹爹在。爹杀了你们！苏震身中3刀，却硬生生砍翻了10几个人，吓得剩下的水匪屁滚尿流的逃跑了。你的衣服又破了。没事，爹爹没事，别怕，有爹在。我是个废物，我不动手，爹爹就受伤了，小黑也受伤了，我只会害人，含铁令，它裂开了。里面有东西，要轻轻的，像捏豆腐一样。放松点，苏苏，没有碎成渣。啊，中间有东西，这里写着“洗髓续命”，续髓续命。凡受重创致死者，若心脉未绝，魂魄未散，以此法封住七窍，可保肉身49日不腐。寻得诡异，辅以回天草，或许有一线生机机会。49日，已经20天了，还剩29天。哥哥没死，哥哥还在等我。我要吃饭，得有力气。哦，人呢？苏震和苏呢？走，出去看看。哎呀！娘亲，快上车，我们要赶路了。我们去找医生，叫哥哥。听说了吗？黑风寨3当家都被他给扔河里了。郑嫂子，娘亲，照顾好爹爹和哥哥。大菊，你在外头守着，我不会。爹爹说苏家的人只归天地父母，我有力气能把这破骨打通进去。可是要是把它打坏了，医生就不给看病了。算了。三哥哥说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女儿也有。我是来求医的，又不是来要饭的。有人在家吗？哎呀，好像用力太小了，听不见。请问有人吗？我找诡异老爷爷。啊！你是哪家的野孩子？不知道。求医先跪着爬完这99级台阶。我有这个，方丈爷爷说拿着它就能找人帮忙。啊！这是什么破铁片？我们造孽啊！是1000年的青铜混血铁铸的门，老夫30年才凑齐材料打的门，哪个天杀的干的？你个小娃娃，这含铁令是你徒手掰断的。我想拿里面的金纸。金纸里面的东西呢？少林那帮屠戮守着宝山当废铁，竟然被你这娃娃给拆出来了。棺材里装的是谁？是我哥哥苏木。那个最近死在战场上的镇国公世子，抬进来。世文哥还能活吗？但也没死透。这小子命硬，心脉被一股执念护着，你一路给他渡的真气也顶了用。按照这洗髓续命篇的记载，想救他只有一种办法，要在49天大限到来之前找齐3味药引炼制回魂汤。哪里有？我去。站住！你这娃娃是不是傻？啊！北京离这3000里，南疆5000里，还得去皇宫偷袭皇帝老儿。你跑断了腿回来，你哥哥早就臭了。那怎么办？别哭了，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。爹爹保护了大家那么久，现在轮到苏苏保护爹爹了。好，嫂子，把饭做好吃点，等哥哥醒了肯定饿得慌。娘亲，等我带哥哥回来。你张嘴，不吃。那我把你牙拔了硬塞。走。这丫头。大菊，前面有肉哎！大菊，咱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了。那是什么？一只老虎。上面还有个人。小孩，放箭！拦住他！叔叔们，苏苏来接你们了，起呀！叔叔冷不冷？我爷爷说
说冰坡雪莲长在最高的那座山顶上。大橘，看来这朵花也有看门狗呢。别怕，它没有脚，跑不过你。你去引开它，我去摘花。去吧，皮卡橘。喵！哎呀！快，跟我回家救哥哥。到手！不准逃！嘿，砰砰砰！睡觉！大橘，快跑！跑不过雪就要被埋了！啊！这有好吃的。信你个鬼！坏小孩坏得很。皇帝伯伯，苏苏来接东西了。如果不见，苏苏就自己拿。时间是最大的敌人。从极北到京城2000里，普通快马要10天，加急文书也要5天。可我只有3天，哥哥等不起。回来了，陛下，苏将军既然已经辞官归隐江南，这小郡主突然杀回，苏朕若要烦苏木，此时就烦了。朕怕的不是苏朕，是那个孩子。你没见过那孩子发怒的样子？放箭，阻拦他！等我有钱了，赔你个新的。开！大橘，走，去拿药。你深夜闯宫，毁坏城门，打伤御林军，究竟意欲何为？难道苏朕真的叫你造反不成？皇帝伯伯，苏苏不造反。百里爷爷说要救哥哥，缺一味药引。什么药引？真负有四海。这味药只有皇帝伯伯有，我要取真龙心头血。大胆！师君，他是来弑君的！护驾，快护驾！哼！你真的要杀朕？来吧，朕是大夏的天子，死也要死得有尊严。我不杀你啊，我自己扎怕手重，把你戳穿了。你自己来吧，这里扎个小洞，瓶子装点就行。陛下，只要一点血就行。你只要血，哈哈哈哈！朕真是糊涂啊，妄作小人。苏苏，你看好了，苏苏，若是朕刚才不给，你会杀了朕吗？不会。如果你不给，我就把你绑走，带回江南，让百里爷爷天天给你扎针，直到治好为止。你说，如果刚才朕坚持不给，他真的不会杀朕吗？他敢弑君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苏朕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在他眼里，朕和那城门口卖糖葫芦的老头没区别。如果我不给，他真的会把朕绑走。今天他能为了救哥哥来取朕的一碗血，明天如果他为了好玩想要朕的玉玺，甚至朕的脑袋当球体，朕拿什么挡？陛下，那咱们就这么忍？当然要忍，不仅要忍，还要赏，重赏。你指下这是为何？苏家已经如此，苏木若是死了，苏震那个老东西心灰意冷也就罢了，可那小怪物为了哥哥牵制，万一发起狂来，谁能治得住？苏家幼女苏苏孝感动天，千里救兄，朕心甚为，赏黄金万两，良田1000亩，令大医院院判即刻启程前往江南，协助救治苏木。若苏木能活，朕还要重用他。至于以后，传朕密令给影卫，即日起派天字号密探。12时辰不间断监视江南苏府，朕要知道苏苏每天吃了什么，练了什么功，见了什么人。大橘，前面好热哦。还要走吗？我都快被烤熟了。哇，空气都扭扭的，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，可是离得好远呀，怎么把它弄上来呢？别看我啊！找到，可是怎么把它弄上来呢？想吃吗？来拿呀！哦，烫好，烫好，烫！给我烫下！大橘，动手！好疼啊！不能哭，哭了就不吉利了。拿到药了，回家。大橘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们要飞回去。
小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时辰到了，夫妻共喜难求，老夫尽力了。木儿，苏苏还没回来，你妹妹还没回来啊！你不是最疼她吗？你不等等她？什么声音？当心！爷爷，苏苏，冰破雪莲，完好无损。疯了！这丫头真的疯了！这哪里是药？这是她的命啊！别愣着，快把这蛇胆研磨，雪莲含在口中，把这血灌下去。是，引着引气走。娘在这儿！我的天，她昏了！老头，快来看看！别晃，别晃！让我瞧瞧。这命硬得很，就是脱力。林婉儿，林婉，你真的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好了，别说话，先歇一会儿。小苏，把手给我看看。没事，有我在，不会再疼了。都怪我！你就不弄的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这丫头是在岩浆里徒手抓住那条赤炎蛇，烧红的铁都不如的高温呐！老夫都不知道她怎么忍得住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苏苏最怕疼了，这次伤成这样，她一声都没吭。因为她知道，要是吭声了，就没力气带药回来了。谢谢你把哥哥还给我。以后嫂子给你做最好吃的桂花糕，做最漂亮的衣服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嫂子拼了命也护着你。大姐，半个月是影卫们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光。结果被一只飞出来的五彩蜘蛛咬了屁股，重得半夜下不来床。第5天，一名影卫在监视苏苏练功时，左右，诶，什么味儿？好香！娘子，别走！真疯了吧？打！哎呦呦！统领，这墙上摆的究竟是啥？鞋底都烂了，才踩一下就全透了，还带光，要不要？统领，咱们还撤吗？撤什么撤？陛下说了，12个时辰不间断，哪怕中毒也得给我在苏府墙根底下趴着。乖，再多缠几日，稳妥些。半个月时间转瞬即逝，苏苏手上的伤口在百里库的极品丹药下已经脱甲生新肉，可为了保险，那曾进了药液的纱布依旧缠着。苏木换上玄色长衫，外罩银丝绣芒披风，气宇轩昂。苏家的听说他徒手撕了赤炎蛇，还把南疆的圣物给煮了。嘘，小声点。没看到他那双手吗？据说练了邪功，一旦解开不调，方圆百里寸草不生。苏爱卿，别来无恙啊！陛下已等候多时了，请。劳烦。苏请家，看到你身体康复，朕心甚为啊！苏小千金此次救兄之举，更是传为佳话，朕一定要重赏。谢陛下隆恩。苏苏年幼无知，行事鲁莽，冲撞了宫禁与城门，臣惶恐。救人心切，何罪之有？只是朕听闻苏小千金这双手伤得极重，连朕派去的御医都没能见上一面，如今恢复的如何了？陛下今日大喜，既然苏小千精神永无敌，不如让他给众臣展示一番。听闻苏小姐能驱使猛虎，力拔千军，如今双手不便，不知那身经是武艺还剩几分？若只仕途有虚名，怕是负了陛下的要看展示呀。那叔叔你看好哦，爷爷说我这个手现在叫流星锤。哎呀，用力过猛了。怎么回事？好痒！我也是，骨头里像有蚂蚁在爬。陛下，这酒席的熏香似乎有些不妥，苏苏受不得杂味，若无他事，臣等先行告退。李德全送客，奴才遵旨。嫂嫂，我刚才演的好不好？那个大叔都被我吓坏了。好，我们苏苏最厉害了。前辈，今日这出怕是彻底撕破脸了。撕破脸好啊！万一你们在京城出了事，满朝文武都会觉得是他下的手，到时候苏家就不一反，他这江山就做到头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持重而立。哎呀，各位客官，话说那晚宫宴之上，兵部侍郎王大人百般刁难，只见那苏家小千金面不改色，举起那只名为生机养骨包包的雪白大锤，只那么轻轻一挥，那纯金打造的酒壶瞬间就被砸成了柿饼子，嵌进柱子里，扣都扣不下。蛮力终究是蛮力，苏苏再强也不过是个孩子，百里库再毒也护不住所有人。既然朕不好明着动手，就让那些不怕死的人去替朕试探。陛下这……
这是要把苏家推向整个武林的对立面啊！若是那些亡命之徒蜂拥而至，苏苏不想让手变成老树皮吧？可是好痒吗，大橘？借我用一下。怎么了？麻烦来了，你们看看。借刀杀人，他是想用江湖人的贪心把苏府淹没。吃了我能长生不老，我是唐僧肉吗？在那些疯子眼里，你比唐僧肉还香。这几天晚上都不许睡死。3更时分，苏府不过如此，什么神医毒王？老虎，何日身穿苏府？大橘在闹吗？大橘，别咬人呀！娘亲，外面又有鬼火，别怕。今晚的风有些腥。小心！下去！我的手好了，快走！那是野怪啊！情报有误。好好玩啊！真是破而后立，金鸡玉骨。皇帝老儿，这下你想杀他，恐怕得调动御林军才行。接下来该轮到我们给某些人回礼了。妈呀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快看，正中间那光头好像是铁头陀，刀枪不入的那个。现在倒像泥鳅。别乱说，小心掉脑袋。哥哥，我是不是变成石头怪物了？我以后还能拿小勺子喝粥吗？这是我昨晚削的紫檀木烧，试试。他也。丫头现在需要的是特训，不然你这苏府啊，早晚得被他拆成瓦砾堆。特训？什么特训？有新玩意儿呀！看好了，这叫重选手，重50斤。老夫在里面涂了药膏，能替你收敛内劲。老儿不敢动，江湖人不敢闯，但能让你尽情折腾的地方。前辈，你是说京郊那座荒废的皇家铁矿场？没错。既然皇帝想看苏家的本事，我们就去他的地盘练，顺便那里面埋着的某些东西。小子，这里面关着的是当年号称剑仙，却因拒绝为皇帝效忠而被挑断手脚筋的李富贵。苏家要立足，时候的。生为大夏将，死为大夏魂。家父临行前曾叮嘱，无论陛下如何猜忌，苏家绝不可生谋逆之心。我今日救人，不是为了造反，而是为了大夏留住最后一点正气。那皇帝老儿都把刀架在你妹妹脖子上了，你还想着尽忠？忠的是这片山河，是万千黎民，而非一人之私欲。李大侠当年为守边关，一人一剑挡住蛮族3000铁骑，他是大夏的英。叔叔，哥哥说你是大英雄，英雄是不掉眼泪的哦。苏苏把百里爷爷最心疼的药膏分给你，抹了就不疼啦。苏家苏木，你是苏震那小子的种。苏苏，去把李叔叔身上的铁链摘了。好嘞，谢了。小丫头，禁卫军统领到。苏将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私闯禁地，劫取重犯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别急，看看这个。这大人，苏母今日带小妹来此本是贪玩，却不小心发现了这矿场深处竟然有前朝于聂勾结守卫，企图暗害我大夏昔日的英雄夜里大侠。你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？等见了大理寺卿，自然有分晓。统领大人若要抓我，便请便；只是若让京城百姓知道，陛下将守边英雄关在地牢折磨，而我苏木救人反而被抓，这悠悠众口，统领大人替陛下堵得住吗？哥哥，这个叔叔好轻哦，像羽毛一样。咱们快回家，嫂嫂做了好吃的。小丫头，你叫苏苏？对呀，酥脆的酥，好吃的酥。救命之恩，李某无以为报。你是猪吗？朕让你去抓人，你倒好，被人当枪使，还成了苏家忠君爱国的见证人。陛下恕罪，那苏木拿着干赵于年年的帽子扣下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群废物！陛下，外面文武百官都等着呢。礼部尚书问：既然苏家立了大功，这家讲的圣旨该怎么写？写，给朕狠狠的夸，封李富贵为护国义士，苏木黄金千缕。那个苏苏，私号保国郡主。师傅，看招！这就是你说的。没用力。我只是想玩个剑花。
老李啊，老李，你这辈子号称一剑双寒14周周，没想到晚年收个徒弟，是个一剑断送废铁堆堆吧？这剑太脆了，跟锅巴一样。丫头，把剑扔了。可是大侠不都是要用剑的吗？我也想当大侠，不想当锤子大王。谁说剑非要是那样轻飘飘的铁片？挥动它，把它当成剑。别去想什么刺挑撩，你只需要想一件事：砸。哇，这个好玩！好剑无锋，大巧无工。这世间最霸道的剑法不需要锋利，因为当力量达到极致。圣旨到，正衣冠接旨。苏苏，快把脸擦干净，走。还没打完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国郡主，保护国家。陛下这是想把你圈养起来。师傅说了，只要我的剑够重，不管什么规矩都能砸开。全是眼睛。我是回娘家省亲，又不是去做贼。父亲，家里到底怎么了？苏家虽然受猜忌，可圣旨刚刚嘉奖，为何太傅府却像被囚禁了一般？你不懂，你不懂。陛下不仅是疑心苏家的兵权，更疑心我们这些文臣会与苏家联手。自你嫁入苏家那一日起，老夫这太傅之位就成了陛下的眼中钉。近半个月来，凡是与林家有书信往来的官员，大半已被鞭折或入狱。苏苏在皇宫显露神力，取了心头血之后，陛下不仅没有因为她是个孩子而放心，甚至还怀疑老夫在为你公公暗中联络京中的旧部。现在太傅府连买菜的下人都要被搜身，陛下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路。你快些回去吧，以后若是没有老夫的传唤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苏木是个好孩子，苏苏那孩子更是我大夏的变数。苏苏，哥哥说嫂嫂回家可能会哭，让我偷偷跟着保护你。我还看到外面有好多坏叔叔在偷看，我就从后厢的树上跳进来了。这便是那苏苏。爷爷，你也在发愁吗？师傅说不开心的时候，只要把坏东西都打碎就好了。看，这是我偷偷给爷爷带的肉包子。哥哥说太傅府没菜了，那苏苏以后每天都从苏家后院翻墙。带他走吧。转告苏沫，既然陛下想看林家倒下，那老夫便当给他看。但这根鳌骨，他皇帝折不断。苏苏，那些坏叔叔一直在看我们，我不喜欢他们的眼睛。叔叔，你算卦准吗？我帮你算算，你这桌子今天会不会坏呢？哎呀，看来我算的真准。叔叔回去告诉皇帝伯伯，我爷爷不喜欢吃素。